这只真岛犬面带忧伤地躲在狭窄的狗窝里，它漆黑的眸子里你看不见任何生的希望，一个轻轻的抚摸就能把它吓到瑟瑟发抖，即便把食物送到嘴边，它也会拒绝享用。但谁知这背后的真相却让主人当场崩溃。이 한 달이라는 시간이 너무 아까운 거예요. 미안하지. 잘해줄 것 같아. 정말 잘해줄 것 같아요. 原来这只狗曾被前主人吊在车上拖拽了500米。当他被好心人解救下来后，就仅剩一口气。警方因此以虐待动物罪逮捕了该男子，而狗狗也在辗转之后被爱心人士收养了。夫妻俩表示，当时他已经口吐白沫，陷入昏迷。更可怕的是，拴着他的绳子都因为地面拖拽而磨损了。在把他带回家的几天内，狗狗都处于应激状态，他们根本无法靠近剪断铁锁链，直到他安稳些后，才用专门工具放他自由。按理说，当初救完他后就会被送到动物保护所，但如果10天内没人领养的话，他就会被安乐死。夫妻俩实在不忍心再看见他遭受苦难，就毅然决然地把他带回到了乡下的家里，还特意为他取名叫做汉地。不过遭受严重创伤后的他却无法被轻易靠近，无论主人如何呼唤，他始终无动于衷，甚至身体还会因为声音而剧烈颤抖，仿佛见到人类他痛苦的记忆就会涌上心头。其实妻子很想给他换掉原来的项圈，因为上面承载了太多的不美好的回忆，但汉地未消掉的敌意却成为了最大的阻碍。时至今日，他来到这个家庭已经超过3周了，但只要附近有人，他就还是会拒绝进食，唯有周围没人时，他才会小心谨慎地走出狗窝。可见那份不安始终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。汉地的眼中你看不见半分对生活的希望，仿佛只要能活着，他就充满了无限感激。男主人也曾想靠近这只命运多舛的狗狗，但后者却对这份亲近没有半分回应。夫妻俩只能等时间来抚平他心中的创伤。兴许是晚间的夜色可以给足自己安全感，只有此时他才敢走出来稍微吃点食物，但只要路过的行人发出些许的声音，他就会慌张地跑回狗窝躲藏起来，那漆黑的眸子里尽是对周围的恐惧。女主人很担心汉地长期挨饿身体会吃不消，她就亲手熬制了牛肉蔬菜汤，想给他补一补。诱人的香气不断地在空气中弥漫，主人的诚意终于让她战胜了心中的不安，而这也是几天以来她吃的第一顿饱饭。兴许是丈夫的外貌总会让她想起前任主人，每次她出现，狗狗都会躲进狗窝停止进食。看见这一幕的女主人眼中满是心疼，她真的无法想象汉地心中的创伤到底有多深。之前夫妻俩一直想带他去医院检查下身体，但十分无奈的是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。今天他们想再次尝试下把他带出门，当把零食放到地上后，夫妻俩就走到远处躲了起来。好在汉地思考一番后，终于迈出了狗生的第一步，这也是他第一次有人暂时离开了自己的方寸之地。虽然侄子想趁机把他牵出狗窝，但十分警惕的汉地又退了回去，最终还是夫妻俩的配合才勉强把他带出来。但汉地的惊慌失措仍让他们十分不忍。丈夫不断抚摸着狗子，想平息她的情绪，接着又把全身僵硬的她抱上了汽车。虽然妻子不断用手向狗子传达着爱意，但一路上汉地还是流了满地的口水。而进到宠物医院的他更是全身止不住的颤抖，他似乎想把身体蜷缩到椅子下才能获得安全感。妻子说，当初他发现汉地后腿有个伤口，这也是他们想带他做个全身检查的原因。虽然面对医生的超声波检测，汉地十分敏感，没想到结果却显示她怀了几只狗宝宝，想必当初被吊在车上时就已经怀孕了。医生说，幸好小奶狗的骨骼和心脏发育良好，而距离临产期也就仅剩下10几天的时间了。主人的虐待以及孕期的影响让她身心俱疲，这也就不难解释她为什么会如此敏感了。坐在大厅里的夫妻此时百感交集，他们难以想象汉地承受了怎样的痛苦。幸运的是，他并没有感染心丝虫病，而从牙齿推断，他也就才2、3岁的年纪。其实夫妻俩很自责，没有提前注意到她怀孕的迹象，如果能早点发现，他们肯定会给她更好的照顾。在去医院走一遭后，汉地的心扉似乎敞开了许多，他甚至都愿意在狗窝外迎接薛专家了。他告诉夫妻俩，现在不用着急去抚摸汉地，因为像他这样有过心理创伤的狗狗，可能需要3个月到1年的时间才能真正打开心。而比起靠近他，专家现在更想了解下他的过去。当初众人齐力解救他时，狗狗已经命悬一线了，但前主人却说是别人送他的，所以想带回家去养。这如同绞刑般令人窒息的爱，着实让大家叹为观止。很难想象这位狗妈妈当时承受了怎样的痛苦。虽然在韩国虐待动物的标准并不十分明确，但比如囚禁饲养狗狗以及身体伤害都算是虐待，一般会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0万以下罚款。专家说，韩国的动物保护法正在不断完善中，他也希望能在更多场景下保护动物的权益。至于每次女主人靠近时，汉地都不敢与之对视，也许是因为他对人类的恐惧已经深入骨髓了。其实站在狗狗角度来说，他会觉得自己是被绑架过来的，所以在迷茫之下，心中一定充满了焦虑和不安。也正因为他曾有过濒死的经历，所以再次遇到类似场景，他就会疯狂逃跑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和腹中的胎儿活下去。
其实人类的大脑中海马体是长期储存记忆的地方，一旦遇到类似场景，人会产生下意识反应。所以当汉帝感觉脖子有压力，他就会立刻逃跑。专家也建议以后不要用绳子去拖拽他，以免勾起不好的回忆，让他产生应激反应。他们觉得很幸运的是，汉帝并没有感染心丝虫病，说明他之前也是被家养的，并非在野外流浪。而汉帝之所以在做检查时拼命挣扎，也跟他在怀孕期十分敏感有关。因为受到激素的影响，狗狗会主动寻找狭窄的空间，所以他刚到家时才会总躲在狗窝里才安心。这一切只是出自于一名母亲的本能反应。至于他还有10天就要临产这件事，专家建议可以给汉帝多喂些高热量食物，营养均衡会更有利于他腹中的胎儿，同时也要给他准备温暖的产房让他待产。一家人的帮助对狗妈妈来说至关重要。接下来专家会帮助夫妻俩打开汉帝的心门，在这个过程中主人绝不能急于求成，可以通过零食来诱导他判断出安全距离。目前来说1米已经是他能走出来的极限了。专家不断把零食放在远处，然后迅速离开。他用游戏的方式一点点突破汉帝的心理防线，这样的方式也着实令女主人大开眼界。其实狗狗心里也知道夫妻俩都是好人，但他却迈不过对人类戒备的那道门槛。此刻的汉帝就像是需要引导走出黑暗的人，而时间和耐心恰恰是能治愈他的最大武器。众人怀着忐忑的心情看着他能不能踏出那一步。好在这只曾被人类重创的狗还是选择了原谅。曾经的男主人是他最害怕要面对的对象，当他这次背对着狗狗给他零食时，人类那颗赤诚的心终于让他放下了戒备。丈夫席地而坐，用手中的零食呼唤着汉帝。此刻众人的心也都因他而悬了起来。好在一顿踌躇之后，狗狗彻底打开了心门，这绝对是可以载入族谱的史诗级时刻。当他内心的坚冰被温暖融化掉时，他的狗生也迎来了第2次新生。曾经因为恐惧而不敢踏出狗窝的汉帝，如今也接纳了他将成为富二代的现实。因为临盆在即，他现在的住所已经不适用了。专家建议在院子里找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重建产房，温暖的新家更有利于母子的生活。之后一家人为他准备了豪华大别墅，在地面又铺上了泡沫垫，他们很用心地为他做好保暖措施。一旁的汉帝似乎再次感受到了人类的真心，在这样一个充满爱和温暖的家里，相信狗狗也能早日忘掉不美好的回忆。专家表示，现在就让汉帝住进来，他会有压力的，之后可以把新家放在他旁边，循循诱导他接受。反复的训练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。夫妻俩没想到当初的善举能挽救这么多生命，就连薛专家都对他们的行为赞不绝口。今天训练过后，一家人也放下了对他的担心，尤其是丈夫终于得到了汉帝的认可。几天过后，狗妈妈顺利在新家生下了小宝宝，6只小奶狗就这样懵懂地降临到了人世间。他们一定不知道母亲经历了怎样的苦难，才让兄弟姐妹6个顺利地存活下来。讲完这个故事，不得不感叹命运的无常。当你遇到绝境时，那种无力感真的很难受。如果不是好心人救下了当时的汉帝，恐怕等待他的将是死神的降临。有句话叫可以不爱，但请别伤害。当脆弱的狗狗在生死关头走过一遭后，它还能再对人类重拾起信任之心，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。希望汉帝未来能和一家人好好生活，相信母子7只狗的福气还在后面呢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